我叫周盼，5年前你丈夫谢萧雨酒后开车撞死了人，我帮他顶罪，被判了5年监禁。在这5年里，我遭受了殴打、暴力以及各种非人的折磨，但我靠着谢萧云给我的承诺，咬牙坚持到了现在。老婆，我开车撞死了人，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如果现在我被抓进去，那公司肯定会破产的。可是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帮你？老婆，只要你去跟警察说，是你开的车，把这一切全都揽到你头上就好啊！老婆，我求你了，你怀着孕不会被判多久的。但如果我现在被抓进去坐牢，公司破产了，等孩子出生之后，难道你想让他跟我们过漂泊无依的日子吗？老婆，你放心，等孩子出生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等你出狱了，我一定风风光光的把你接回来，让你做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老婆。整整5年，我终于出狱，能和我的丈夫和孩子团聚。老婆，老婆，我来接你回家了。这5年委屈你了。没事儿，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老婆，今后的日子，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咱们先回家。嫂子，恭喜出狱！我跟萧云是特地过来接你的。哎呀，本来萧云他说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还是我给他说，但他今天必须来接你。你替他坐了5年的牢，够仗义。他是谁？老婆，倩倩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知道你今天出狱，替你开心，就一起来了。嫂子，你快上车吧，咱们回家。我让萧云给你接风洗尘。他坐这儿，我坐哪？老婆，倩倩她晕车，只能坐前面，所以只能委屈你坐后面。佳佳，佳佳。我的宝贝，妈妈好想你。别碰我，臭死了！你不是我妈妈，倩倩阿姨才是我妈妈。你不是我妈妈，倩倩阿姨才是我妈妈。佳佳，不许瞎说，她是你妈妈。她才不是我妈妈，她是劳改犯，是坏人。我只要倩倩阿姨当我妈妈。佳佳，是谁教你说这些话？哎呀，嫂子，你也别怪佳佳，这孩子认生，毕竟这5年来都是我照顾的他，可能真的把我当成他的妈妈了吧。老婆，咱们先回家吧，等过2天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好好准备一下，哄哄孩子就好了啊。5年了
我不但错过了自己的青春，还错过了儿子的成长。我这样做，值得吗？先生、夫人回来了，我带小少爷去睡觉。张妈，胡说八道什么呢？盼盼才是我的妻子。嫂子，你别介意啊，张妈可能老糊涂了，都把我当成萧云的妻子了。是，我老糊涂了，夫人您别见怪。哎，也不知道今天这裤子怎么回事，哎呀，勒得慌啊！我看看。哎呀，都怪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不仔细，这内裤都穿成我的了。哎呀，你的内裤，嫂子，你别见怪啊，我跟萧云从小一块长大，他屁股上有几个痣我都清清楚楚，这穿错内裤是经常的事儿。哎呀，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心你嫂子误会。爸爸，别听谢谢的瞎说，她就是男人婆性格，说话不过脑子的啊！你小子不得了了是吧？敢叫你爸爸我闭嘴了？我的祖宗啊，当着你嫂子面呢，给我点面子啊！嫂子，真不是我说你，我跟萧云那纯纯就是铁哥们儿，我们之前还经常一起约着洗澡呢。再说了，我跟萧云要是有什么，哪轮得到你跟他结婚生小孩啊？行，好哥们儿。那是不是我也该去找个男闺蜜一起洗个澡，好体会体会你们这种兄弟情深？哎呀，老婆说什么呢？那都是年轻气盛不懂事的时候干的傻事儿，现在哪敢呢？好了，你路上也累了，先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好好休息一下啊！去吧。哎，兄弟之间的玩闹而已嘛，小气。哎呀，来，老婆，我早早就让张妈打扫好了房间，还用了你最喜欢的香氛。谢小雨，我们的结婚照呢？我们的结婚照呢？为什么这里挂的是林健的照片？老婆，这个照片呢，是倩倩之前觉得好玩就挂上去了，我早就跟她说把照片换回来，她这个人大大咧咧的，肯定是又忘了。我一个大男人照顾不好佳佳，这才让倩倩住进搭把手的。老婆，你不会就因为一张照片跟我生气吧？搭把手？谢小雨，你真的和你那个好兄弟没有什么吗？真的没有，我跟倩倩就是好兄弟。老婆，你别无理取闹。哎呀，老婆，我知道你刚出狱，精神状态不好，容易胡思乱想。眼下当务之急呢，是赶紧跟佳佳搞好关系，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啊！入狱5年，我熬过了牢狱的冰冷，扛过了旁人的冷眼。本以为回家就好，但这一切和我想的似乎不太一样。谢小雨，你什么意思啊？带老婆上来说这么久的悄悄话，怎么，老婆回来了，兄弟就不要了？哪敢呢？这不是盼盼刚回来，怕他对家里的情况不熟悉，这才带他上来看看吗？哎呀，你天天加班，家里哪有我熟悉啊？
不如让我带嫂子熟悉熟悉啊。不过5年，这个家的女主人似乎已经易主了。我竟不知道，我的家竟然陌生到需要一个外人带我熟悉的程度。你，这是什么？我的衣服呢？哎呀，不好意思啊，嫂子，这几年我都住在家里，东西太多了，就把你的东西放到杂物间了。杂物间？嫂子，这点小事不至于这么生气吧？再说了，我和萧云是过命的交情，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清理一下闲置，很正常。是你同意让他扔我衣服的？没扔，就是先放杂物间了。这不想着等你回来了就重新收拾出来吗？哎，老婆，你刚回来，咱们开开心心的，别计较这么多了，好吗？我计较？谢小雨，你别忘了，谁才是你老婆？我不过坐牢了5年，难道就要容忍一个外人在我家里登堂入室吗？既然这样，那我就计较看看。老婆，你这是干什么呀？马上把我的东西复原，这个家里不允许再有别的女人的东西。好，马上复原，本来就是要复原的，就是忙忘了。周盼，你什么意思啊？我在家替你照顾老公和儿子，不过就是几件衣服、一张照片而已，你至于吗？照顾到了我和谢霄云的婚房，是不是还照顾到了床上？哎，老婆，别乱说，我跟倩倩那是纯洁的关系，是纯哥们儿。要我说，你也真够可怜的，一回来就知道大吵大闹。你以为清理掉我的东西，墙上挂着你的照片，佳佳就会认你？你知道佳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是妈妈，但不是叫你。你在打我？我打的就是成天和男人称兄道弟，干些下三滥的事情。真以为别人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你这个疯子，你放开我！周盼，倩倩好歹也照顾了我和佳佳，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行，既然嫂子不欢迎，那我走好了。哎，倩倩，小云，你给我站住！哎，老婆，你在家等我。倩倩就这臭脾气，我去哄哄她，我马上就回来，等我。谢小云。自己沉沦，才让你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还是奋不顾身。夫人，小生也要睡觉了。谢霄云还没回来吗？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今天妈妈陪你睡觉好不好？我不要，每天都是倩倩阿姨和爸爸陪我睡的，我要倩倩阿姨陪我睡。
佳佳说的是真的，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睡觉。佳佳，今天爸爸不在，妈妈陪你睡觉好不好？我才不要！我要等爸爸还有倩倩阿姨回来再睡。都怪我信错了人，才让孩子这么抗拒我。佳佳，妈妈今天刚回来，有一些害怕。佳佳是男子汉，保护妈妈好不好？行吧。今天我带佳佳睡，你去休息吧。佳佳，这几年一直都是爸爸和倩倩阿姨带你睡觉的吗？是啊，我还看到倩倩阿姨和爸爸勾着身子打架呢。谢小雨，真真无语，你竟然敢带着我儿子和别的女人在床上翻云覆雨，绝不能再让佳佳跟这个人渣在一起。我要离。是这样的，看一下这个不是这样，这知道了一些修改吧？这还没有确定好。复杂一点。安静。董事长，这个10亿的合作项目还在关键阶段，要不您先……区区10亿，和我女儿相比，不值一提。我要离婚。啊！离婚？爸，我错了，我为他坐了5年牢，他却和他那个所谓的好兄弟勾搭到一张床上去。孩子以为他们教的不认我这个亲妈。混账！当初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本来是个男人，不惜和家里断绝关系，现在明白我的苦心了吧？既然你们清楚的真面目也好，别怕，爸爸这就来接你回家。当初为了照顾谢霄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我才隐瞒了家庭背景，心甘情愿做他背后的人，拿走了一切，我都会一点一点亲手夺回来。Am I the one to save us all? Am I the one to save us all? As we fall 谢霄云，一切等我拿到你们出轨的铁证，我会让佳佳心甘情愿的跟我。这场游戏该轮到我来主导。我出去一下，处理一下出狱后的手续。老婆，那你早去早回，等你回来，我带你去逛商场，到时候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佳佳，妈妈现在要出门，过2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有没有想要的生日礼物啊？哼，我才不要你的生日礼物！每年的生日礼物都是倩倩阿姨给我准备的，我才不想要你的礼物。嫂子别见怪，孩子还小，心里喜欢谁，自然就跟谁亲近了，童言无忌嘛。这个会不会啊？来，这个，真聪明。这个，真好玩。谢小雨，独处空间给你留出来了，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你昨天碰没碰那女人？她一个坐过牢的老女人，我怎么会碰她？我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那你还对她那么好？不对她好一点，她怎么能像个傻子一样心甘情愿的付出，来帮忙治罪呢？相恋6年，我放弃一切助人成真，我帮你分开我和老魏出息。你得罪人，是我挺着大肚子在雨里跪着求赞。谢小雨，我还替你顶罪坐了5年牢。谢小雨，你欠我的，我要你千倍万倍的还回来。欢迎大小姐回家。我的好女儿，爸，是我错了，是我识人不清。女儿，无论你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爸，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而活。离婚协议准备好了吗？周小姐放心，监控视频已经多重备份，足以坐实谢霄云与黎倩的婚内出轨。我们有十足的把握帮您夺回佳佳的抚养权。现在是否立刻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现在离婚太便宜他们，我要收集更多的证据，让他们永远不能翻身。董事长查到了，谢秋云和林倩正在夜色酒吧的 VIP 包厢里。去酒吧，这正是收集证据的好机会。啊，你输了，你闪飞了呀！来喂我嘛！你看是不是？小云，听说你家那个黄脸婆出狱回来了，这下日子可不好过了吧？怕什么？他现在身无分文又没工作，还不是我说什么就什么？谢总霸气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倩倩一个名分？这5年倩倩可是帮了你不少，可别委屈了咱们的大功臣。哎，你们别胡说，我跟萧云那纯就是铁哥们儿，你说是吧？小子，故意勾引我是吧？狗男女！哎，倩倩，听说前几年那个女的是你撞死的？切，那个女人走路不长眼，撞死了不是活该吗？不过你那个老婆可真够蠢，事到如今还以为是帮你顶罪，殊不知当年开车撞死人的是我。
不过你那个老婆真够爱你的，二话不说就帮你顶罪了，还真是个冤大头。那我可舍不得我的宝贝去坐牢啊，他靠我养，他不去顶罪，谁去啊？你去？不，来喝酒，来，杯子拿起来，干杯！喝，干杯！我全心全意的付出，心甘情愿的坐牢，这一切的一切，尽是你们的阴谋。这5年，我顶替，皆是林倩。人罪狗男女，我今天非要让你们付出代价！你去，这样进去太便宜他们了。我要他们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老公，你回来了。怎么还不睡啊？等我呢？老公，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明天，佳佳的生日。是啊，老公，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分开了，这5年来我一次生日都没给他过，我想好好弥补他。我订了一个酒店，明天我们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好好的给佳佳庆祝一个生日，好不好？好，都听你的。来了。我想给佳佳一个惊喜，你千万不要告诉她。好，明晚8点，别迟到。知道了。上钩了。好了，佳佳今天还过生日呢。你老婆明明约你的是8点，现在才7点，更何况其他人在外面，你在房间，你怕什么？还是你聪明。哎呀，这活能是这样干的吗？你看，这生日快乐都摆正，知道吧？往上点。哎呦，这能是这么放的吗？你看这距离都不一样，快去点儿。哎，好。好戏开始。哟，这不是我的儿媳妇儿吗？怎么，这刚从大牢里面出来就享上福了？哎呀，住着这么大的一个房子，连儿子都不用带，还得多亏我们家萧云。是吗？那还真是多亏他了。您还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老毒妇，当年我刚怀孕不稳定，你逼我天天喝村里的土药方生儿子，害得我动了胎气，差点流产。如今我替你儿子抵罪回来，还成了我攀附你儿子的福气，可笑。那可不啊！哎呀，那你还不好好孝敬孝敬我？
看看人家那个林倩啊，她虽然说是我儿子的朋友，但每个月都买礼物来孝敬我。看，这就是倩倩给我买的。行，等今儿个佳佳生日宴结束了，我也买个大礼送你。什么大礼呀？关子。妈，开玩笑的，你不觉得好笑吗？萧云和佳佳呢？他们怎么没过来啊？萧云啊，在带佳佳过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我们说好了，要给佳佳一个惊喜。各位，来，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谢氏集团的付出。生日宴马上开始，今天欢迎大家多多拍照，为我们做个美好的记录。谢小公子真是太幸福了，谢总和夫人这么用心的为他筹备生日宴。我要开直播，让全世界都看到总裁一家三口的幸福日常。谢萧云，为了公司上市，为了你的虚伪名声，你戴着面具活了这么久，今天我就要当着全世界的面，把你的假面具撕得粉碎。欢迎大家欣赏我准备的礼物。有礼物啊！我准备了礼物，很隆重啊！去看看怎么样了？3、拍视频2、期待了，期待了。 1。哇！快拍下来，快拍下来！快！这也太炸裂了吧！别拍！谢总吗？这别拍，都别拍了，这都给他录下来。对呀，这是谢总啊，没看错吧？来人，快把幕布盖回去！我靠，这谢总吗？在儿子的生日宴上和别的女人乱搞，太炸裂了！刚才还说幸福的一家三口呢，这反转太炸裂了！真是刷新三观啊！老板私生活这么混乱，应该有好戏看啊！哎，别拍了，你们都别拍了，把手机都给我放下来！都别拍了！我操，年度大瓜！谢氏总裁生日宴捉奸现场，这女的是谁啊？胆子也太大了！赶紧录屏，这瓜发出去绝对100万点赞！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别拍了，把手机都放下，都别拍了！在儿子生日宴上偷抢，真是不要脸！赶紧拍，这瓜这么大，发出去肯定火。快！这个走到脸上去！听不懂人话吧？就说别拍了！谁要再敢拍，我开除谁！好，真是一出好戏。不愧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在儿子的生日宴上都要迫不及待的近距离接触。就想让大家看看你们之间的情谊。妈，您不是一心盼着儿子光宗耀祖、名声鹊起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您儿子和他好兄弟的好事，臭名远扬也是扬。没想到他私生活这么混乱，这下可真臭了。妈，你满意吗？你故意的，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安排的，是不是？我故意什么？难道是我按着他们两个的头，逼他们像猪啃一样亲在一起？你盼盼，我刚刚就是喝了点酒，认错了，把倩倩变成你了。你也知道，我跟倩倩一直以来都是好兄弟，清清白白的啊。就是，我跟萧云就是兄弟，刚才就是个误会。对，认错人，
房间的灯光亮的都能照清苍蝇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能认错？你是不是接下来还要说你这裤子成了精，是他自己掉下来的？是啊，周盼，今天是佳佳生日宴，来了这么多宾客，你就不能顾全大局啊？容忍一下，回家再说呀。忍一下，您可真大度。希望有一天你老婆和隔壁老王滚到一起的时候，您还能这么大度。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丢人的事情？原来你也知道了，这事儿丢人了。够了，不就是亲个嘴吗？又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再说了，兄弟之间亲亲抱抱怎么了？我们又没有出轨。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以兄弟名义勾引别人老公的贱人，不是要实锤吗？盛景吗？我去，这什么活春宫啊！这背景不是谢家吗？偷情竟然偷到人家夫妻床上去了，真不要脸！我呸！这是兄弟情，简直是刷新下限啊！都给我闭嘴！不许看，都不许看！周盼，赶紧给我关了！这如果要是传出去，我们谢家就完了！把遥控器给我，快给我！周盼，看看，这就是您对之付出8年的情书，倾尽所有扶持的男人，真够可惜。周盼，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我们谢家的脸都丢尽了！跟别人乱搞的又不是我，我丢什么脸？你个周盼，你也太过分了！竟然敢在家装监视器！贱人，竟敢监视我们！我打死你！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知检点，勾引有妇之夫。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我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和佳佳的感情，想踩着我上位，做梦！啊！刚顾着收拾他，忘记收拾你了，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也配做人？真不是个人。就是啊，打得好，这对狗男女就活该被揍。什么狗屁兄弟情，真当大家眼睛瞎？我早就看他们两个不清不楚了。我的眼睛就是尺，这谢氏上下谁不知道？林倩天天黏着谢总，公费谈恋爱，把公司当成约会场。狗男女拿着我们的血汗钱搞暧昧，打他！打他！打他！够了！萧远，我不过是真心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罢了。我都可以不要名分，只当你的兄弟。为什么周盼他还要这么针对我，还要这些人这么对我？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你疯了！敢打我儿子！我儿子出轨又怎么了？他可是谢氏集团的总裁。周盼嫁给我儿子，这是8辈子修不来的福气。3妻4妾又怎么了？
说明我儿子是有本事。不等这些人在这说三道四，更轮不到周派你这个贱人在这撒野。真是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家都能不要脸。这三观也太扭曲了，出轨还有理了，真是开了眼界。主判，你闹也闹够了，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敢得寸进尺，休怪我谢家不留情面。留情面，我倒是要好好看，你要怎么不给我留情？主判，命令你现在立刻给我和倩倩道歉，去谢氏集团发布声明，澄清今天的误会，否则我就跟你离婚，净身出户，让你净身出户！天啊，谢总竟然为了小三逼正式道歉，简直是炸弹中的极品！一家子奇葩，闻所未闻。都给我闭嘴！谁再敢说三道四，信不信我开除你们？对，是周派这个贱人陷害我儿子。你要是谁再敢胡说，统统都不要在我儿子公司上班了。周盼，你也看到，现在的局面对你没有好处。你一没钱，二没工作，离开了我，你什么也不是。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跟倩倩发布道歉声明，我就原谅你。嫂子，我劝你认清现实，再这么闹下去，离婚对你半点好处都没有，最后哭着求我们回来的，也只会是你。盼盼，夫妻一场，今天萧云和倩倩都受了委屈，我劝你呢，乖乖的道个歉，别一时逞能，免得最后连饭都吃不起了。你们谢家人真是好威风，本事不大，口气倒是挺大。想让我吃不起饭，那我告诉你，今天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这婚我离定，而且净身出户。是你。周盼，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谢氏是我一手创办，车子、房子、现金都在我的名下，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一手创办，谢霄云，你的良心是喂狗了吗？当初你身无分文，是我拿出所有的积蓄为你创办公司，这些公司骨干哪一个不是我费心招来的？当年我怀着孕，是你跪下来求着我，让我回归家庭，放弃公司股份，好让你坐稳总裁之位。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喝着我的血，吃着我的肉，踩着我上位得来的。我拿走属于我的一切，不应该吗？我承认，最初是有你一份功劳。可现在的谢氏是我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包括最近和周氏集团那一笔10亿级别的合作，也是我谈的。只要合约一成，我谢氏100年之内都不用愁。想让我净身出户，门儿都没有。哼，周氏那可是全球最顶尖的集团，那掌舵人更是全球首富。周盼，难道你比我还有能力，能谈成那笔10亿级别的订单？哼，她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家庭主妇，怕是连周氏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还妄想跟我们萧云抢公司，真是可笑。哦，是吗？今天凡是愿意相信我，跟着我离开的谢氏员工，我周盼在这里郑重承诺，全部都可以入职周氏集团，年薪翻倍，上不封王。这真的这么高？真的假的？董事长，谢氏集团的情况已经同步过来了。谢霄云不仅出轨小三，还威胁大小姐净身出户，甚至拿与我们的合作当筹码羞辱小姐。哼，想拿周氏集团来要挟我女儿，真是可笑至极！立刻通知下去。
拒绝与谢氏集团的一切相关合约。是，董事长。带上人，立刻去宴会厅，给我女儿撑腰。周氏啊，这要是真能进去，这辈子都不用愁了。新翻版，简直就是年轻翻倍就这么好吗？大家不要要相信他，他就是一个骗子。他这几年都在坐牢，哪里来的本事去联系周氏那种顶级企业？我看他分明是想架空谢氏，想要夺取公司的财产，编造的谎言。周盼，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立刻停止你的闹剧，跟我跟倩倩道歉，否则我不仅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还能让你在行业内永远消失。好大的口气！这谁呀？谁敢让我女儿消失啊？哎，这谁呀？不知道啊，但是这个气场也太强了，出行还带这么多的保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不是，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谁啊？随随便便就敢闯进来？盼盼，让你受委屈了。爸，我没事。周盼，你可以啊，为了气我，还专门找了个老男人装有钱人来当爹。结婚这么多年，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爹啊？这演员演技不错，多少钱一天啊？就是，你以为你们拍短剧啊，还带这么多保镖，发得起工资吗？老人家，我劝你识相点儿，赶紧离开，别在这跟着瞎胡闹。小心一会儿啊，我叫保安把你像扔垃圾扔出去，到时候丢面子是你自己。混账东西！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样跟我说话？你谁呀？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凭什么？哼！凭我是周盼的亲生父亲，周氏集团的董事长。就你，周氏集团董事长，我还是玉皇大帝呢。周盼，你说你这找的什么人呀？啊，演技是好，但这个脑子呀，不好使。你说你是他父亲，结婚这么多年，我怎么没见过？盼盼识人不清，被你蒙骗了，但是我早就看穿你，你骨子里就是个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人渣。想见我，你还不配！你装的还挺像。我这里可是有周氏集团董事长的电话，你说你是他，敢不敢赌一把？我现在就打电话，你若是假冒的，你死定了。周董事长，你的电话怎么没响啊？我看你就是个骗子。穿一身的假名牌，说自己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我呸！真够丢人的。来人，给我把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牌货都给我赶出去！董事长，真的啊，这真是谢总的拨号啊！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谢霄云，你以为你什么身份能拿到我爸爸的电话？你对接的不过一直都是我爸爸身边的助理罢了。不，她真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周盼小姐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白富美？周小姐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竟然和谢霄云这个混账结婚。不，他
他是假冒的，他怎么可能会是周氏集团的千金呢？再多的证据也叫不醒装睡的人。来人，我不想再看到这群人渣了。没听到大小姐说的话吗？把这群人给我扔出去！你是干什么呀？干什么？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假的！周盼，他怎么可能是周氏千金啊？带下去！是，放开我！从今天起，周氏集团将取消与谢氏的一切合作，凡是帮助谢氏集团的，将视为周氏的敌人。好，说得好。董事长干得好，这对忘恩负义的狗男女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周小姐受的委屈总算是讨回来了，真是大快人心。今日多谢大家为我仗义直言，揭穿了谢霄云的虚伪面具。从今日起，凡是愿意跟我周盼一起共创未来的，周氏的大门永远为大家敞开。誓死追随周总，誓死追随周总。谢霄云、林倩，这才只是开始，我会让你们下地狱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周盼她怎么可能是周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这一切都是假的！萧云，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太对劲。我怀疑他早就把你手机里那个真正的周氏集团董事长的号码给删除了，换成了那个冒牌货的，就是为了今天设计陷害我们。对呀，一定是那个贱人搞的鬼！他敢这么对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哼，等过2天，我要亲自去一趟周氏集团总部。等我见到了真正的董事长，签订了新的合作合约，我一定要让周盼那个贱人回来跪着求我原谅。爸爸，不是说好给我过生日吗？怎么还不出门啊？吵什么吵？没看到我正烦着吗？你看，哭哭哭，跟你那个贱人妈一样，看到你就来气。再哭信不信我把你的嘴巴缝起来？佳佳，你没事吧？畜生！你们在外面受了气，就拿我儿子撒气，你们还是人吗？周盼，你还敢误会了？这么多年，我真没想到你是如此自私自利的女人。我不就跟倩倩关系亲密了一些，你有必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闹离婚吗？我警告你，如果明天你不去公司澄清这件事，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就算你跪下来求，我也不会原谅你。谢小雨，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想让我替你澄清，做梦！还有，我告诉你，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佳佳都是无辜的。你们有本事就冲我来！小孩子不听话，我管教一下怎么了？再说了，这5年来你不闻不问，都是我照顾的他。不闻不问，我为什么会缺失佳佳这5年的成长？你们难道不比我清楚？佳佳，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你过生日好不好？好。今天我要带佳佳离开这里，佳佳是我的儿子。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再敢欺负我儿子，我定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世上。不许带走我儿子！萧云，他刚刚为什么那样说你？他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别担心，5年前我就已经把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再说，我好歹也是佳佳的生父，他要是敢曝光我，对孩子也没好处。他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儿子，就不会曝光我。
可是他刚才气势汹汹的，一点都没有之前的软弱可欺。我怀疑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放心吧，我太了解他了。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我和佳佳比他的命还重要。他也就是刚出狱，看到我和你这么亲密，心里不平衡。等过几天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无缘无故，肯定就会回来跪着求我原谅我。还是你想的周到，只要他不闹，我愿意留在你的身边。还是我的宝贝最懂事。佳佳，今天开心吗？开心！哇！耶！佳佳，你能叫我一声妈妈吗？没关系。妈妈！哎，妈妈在。哇！耶！这才是我本该有的生活，简单又幸福。佳佳，妈妈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你，让你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哎，秦总，那不是你暗恋了整整10年的周盼吗？哼，有小孩呢，说话注意点。哟，人家还没离婚呢，这就护上了。我听说呀，1000亿级别的跨国会议开了一半，听说周盼快要离婚，马不停蹄的撂挑子赶过来了。喏，现在人就在你面前，打个招呼呗。小子，识相的把钱交出来，不然别怪哥几个对你不客气啊！就凭你们几个，哎呀，光天化日之下还想打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赶紧滚！报警！你给我等着！走！你没事吧？这几个流氓天天在这附近晃悠，专挑学生下手。你下次还是多走大路吧，小路太不安全了。自那之后，本想着能和你考上同一所大学，就向你表白，不料却被谢萧云抢了先。秦真，你怎么在这儿？还不是因为……只是路过。哼，路过？1000亿总裁放着跨国会议不管，专门驱车5个小时来这里路过，鬼才信！穿得这么得体，路过游乐场，秦总真是好雅兴啊！佳佳，跟叔叔问好。叔叔好。你儿子真可爱。谢谢。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走了，佳佳。快呀，送他，快呀！哎，周小姐，秦真说要送你啊。刚好顺路，送你一程吧。顺路？秦总知道我要去哪儿？哎呀，顺路，你想去哪儿，秦总都顺路，对吧？
行，那就麻烦秦总了。玩的不错。不是说毕设大赛你准备了很久吗？怎么没来参加？我要让盼盼第一个看见我的毕业作品，然后正式告白，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盼盼，做我女朋友吧。从今往后，我只爱你一个人，副驾驶永远让你坐，这辈子我只对你一个人好，让你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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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他。也看出你太不舍了，希望我们还会拉扯，还计较些什么？没报上名，错过了。周小姐，你还不知道吧？秦琛的毕业设计是一套婚纱，那设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说他是为喜欢的女孩设计的。当初他说希望能让我穿上他的毕业设计，不会吧？肯定是我想多了，哪会有人喜欢一个人这么多年都不开口？那不是榆木脑吗？今天就麻烦两位了，我们先进去了。跟叔叔再见，拜拜。周半，我的手机号码从来没有换过，要是有事情，随时联系。哎呦，我们秦总平时忙得连人影都见不着，我也想听你说一句随时联系哦。好啊，不如你把这技师总裁职位给辞了，来给我当助理，我保证让你24小时随时待命。那还是算了吧，我给你当助理，我这盛世容颜不得老10岁啊？哼！哎，说正经的啊，你得赶紧趁热打铁，别又让谢霄云那小子3言2语给我哄回去，听见没？不会，我认识的周盼从不会走回头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才是我的家，我真正的家人。祝小少爷生日快乐！佳佳，快许愿，吹蜡烛了。哇！佳佳，你许了什么生日愿望啊？说出来就不灵了。告诉妈妈，妈妈才能帮佳佳实现啊。妈妈可是佳佳最厉害的帮手。我希望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佳佳不喜欢跟妈妈一起生活吗？喜欢啊，要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那就更好了。佳佳，先跟阿姨去洗手，等会儿我们一起切蛋糕，好不好？好，去吧。佳佳还小，有些事情啊，得慢慢来，也不能太着急。你也别太难为自己了，啊。谁呀？大清早找什么啊？快来公司看看吧，你公司倒闭了。什么？人呢？都死哪儿去了？都给我滚出来！
说，到底怎么回事？谢总，公司所有合约全部被解除，之前合作的老总挨个打电话来解约，员工们今早一上班就集体提交了离职申请，全都转投周氏集团，连保洁都走了。立刻把他们全都给我叫回来！无故离职违反劳动合同，不信我去法院起诉他们，让他们全都赔到倾家荡产！谢总，公司账户早就空了，这月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也撑不下去了。今天也是来办离职的，你好自为之吧。你敢！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哼！我就知道，我谢氏那么多年的辉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离开。喂！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滚回自己的工位好好干活！工作时间擅自离岗，当心我扣完你工资！扣工资？谢总，您还是先看看公司账户里有没有钱给员工发工资再说吧。我工位上的卫生纸是我自己买的，回来拿走而已。公司出账那会儿，要不是看在盼盼姐的面子上，就你这破地方，狗都不待。后门到极致，卫生间和 WiFi 都当是员工福利，天天逼着员工007加班。有你这种老板，公司早该倒闭了。我，你给我回来！回来！好啊，你们这群叛徒，我迟早会让你们后悔的。我谢氏的低谷期只是一时的，我才是谢氏的灵魂，有我在，谢氏永远都不会倒。哼！等我拿下跟周氏的合同，我要把你们这群叛徒全都拉进行业的黑名单，永不录用。爸，您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干嘛？我还想和佳佳的幼儿园老师多聊两句呢。盼盼回来了，来，走。盼盼，他我就不用介绍了吧？我说呢，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原来是有贵客。秦氏集团近期和周氏集团有了合作，我这次专程来啊，是为了和董事长商量一下细节。那真是太好了，秦氏和周氏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强强联合，未来的发展一定不可限量。盼盼啊，爸爸打算让你来负责这个项目。我？爸，这么重要的合作，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手公司业务了，怕是不行。这可不像我认识的周盼，曾经在学校里揽下各大奖项的高材生，一个小项目还能难倒你吗？当初我的意气风发，只因一时错判，全部磨灭在婚姻的牢笼里，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自己本来的模样。是啊，盼盼，爸爸相信你，而且还有秦真在旁边给你保驾护航，你还怕什么呀？好，我试试。对嘛，这才是爸爸的好女儿。秦总，未来请多指教。合作愉快，周总。你放手！你放开我的东西！我儿子的钱那是大风刮来的吧？谁允许你买这些没用的玩意儿？我爱买就买，你管着吗你？你给我！住手！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儿子，你可算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跟你爹都要横死街头了都！还不全是因为你这个不孝子！当初拿我和你妈的房本去抵押，现在公司拿不出钱了，我们的房子都被查抄了。那还不是因为周盼那个贱人在佳佳生日宴上搞了那么一出，我现在也被停了所有的合作。
萧云，你该不会真的让他们住进来吧？他们一股老人味儿，臭都臭死了，管得还宽，我可不愿意。好啊，你个小贱人！之前讨我欢心的时候还给我买大金镯子，现在你和我儿子还没扯正呢，咋就开始嫌弃我们了？哼，我可告诉你，这房子它是我儿子的，我们身为他的亲生父母，住在这里是天经地义，轮不到你插嘴。哼，谢霄云早就把这套房子过户给了我，要不然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查收？现在这房子我做主。什么？至于你这手镯，假的，金包银的，随便送个破烂玩意儿，你还真当个宝啊，蠢货！好啊，你个贱人，你敢骗我！我不打死你！我够了，够了！你们还嫌我不够烦吗？要住就住。林倩，你说话注意点，他们是我爸妈，不是周盼。听到了没有？赶紧啊，上去给我们去准备个卧室去。还有，你这些东西啊，赶紧都给我退了，那都是我儿子的血汗钱，一天到晚就知道买，一点都不顾家。顾家？那你去找周盼去啊！你找我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周盼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谁要是惹了我不开心，我把你们通通撵出去！都别吵了！我妈说的对，现在谢氏周转困难，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还有心情再买这些？都拿去退了。退货？这么丢脸的事情我可干不出来。而且我已经够收敛了，这才仅仅几十万，这要是以前，我买的要比这10倍的多啊！几十万？我在外面求爷爷告奶奶，才勉强借到10万块钱的周转资金，你一下子就给我挥霍完了，你是不是想让谢氏彻底破产呢？哼！萧远，你也知道我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那还不是你惯的吗？再说，只要我们拿下周氏集团的合约，还怕谢氏不能东山再起吗？现在外面所有的公司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跟周氏的合作更是早就被拒了。那只是他们在宴会厅上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罢了，只要我们能解释清楚就好了。而且我听说周氏集团董事长会在明天上午去周氏开会。萧云，只要你能重新获得董事长的赏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重回巅峰只是时间问题。你说的对，等我拿下周氏的合作，那些瞧不起我集团的都会像狗一样上赶着求我。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去见周氏集团的总裁。哼，儿子，那我跟你爸呢？萧远，我们可是干大事的，要是让某些人住进来影响了我的心情，那我下次可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听到董事长的消息。爸妈，咱们在乡下不是还有套老房子吗？你们先回乡下去。哎呀，那可是危房呀，儿子。危房也是房，能住不就行了吗？走之前把我这里收拾干净了。萧远，我们走。哎，儿子！哎呦，老头子，你看看这算个什么事儿啊？合着以前我们每次来到这儿的时候，都是周盼哪次不给我们当茶倒水的？这个林倩就想着赶我们走。算了，只要他真能帮萧云东山再起，先忍着。这次合作多亏了秦总，今天我请你吃饭，一定不要客气。这哪有让女士请吃饭的道理？就是啊，今天就让秦总出血，好好请你吃个饭。我呢，做你们爱情的保镖。司机，我给你们当司机，接二位去吃饭，请。只要见到董事长，一切都有救了。
你怎么在这儿？哼，肯定是想打着谢氏集团的名义抢合作。不过很可惜，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区区谢氏，还入不了我的眼。大言不惭！我就说你怎么敢跟我翻脸？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怎么，你以为找个小白脸就能搞垮我吗？我这么貌美如花，怎么不说我小白脸？谢霄云，谢氏现在什么光景你不清楚吗？不去收拾你那个烂摊子，还有闲工夫跑到周氏作威作福，我还真是小瞧你。哦，我知道了，他就是那个儿子生日宴，然后跟小三混到了一块儿，还被破产清算那个谢什么 shit。你好啊，周汉，就因为吃倩倩的醋，随便找个小白脸就想在我面前刷存在感，你真是够下贱。谢霄云，你还真是挺蠢，你忘了吗？我早就已经把你踹了。我现在就算是再找个老公，你也没资格管我。你出息的样子！周汉，还要不要脸？我们还没离婚呢，佳佳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别脏了你的手，这种渣子不值得你动气。我告诉你啊，别在那给我装蒜，个丧家之犬，在周氏门口也敢阴阴狂吠！我告诉你们，你们别得意的太早。今天我们要去见周氏集团的董事长，等萧元拿下合作，你们会哭着回来求我们的。合作，你们也配？谢霄云，看来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别说周氏了，就连一般的小公司，也绝对不会跟你们这种私德败坏的人合作。不过倒是提醒我了，跟你这样的人在户口本上多待一天，我都嫌脏。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哼，怎么，现在着急跟我离婚，好跟你这个小白脸双宿双飞？周盼，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也别想摆脱我。怎么，舍不得离啊？看来你对林倩也不珍惜啊，宁愿她做一个被人唾弃的小三，也不愿意给她一个名分。你可真爱她。你懂什么？我跟萧云那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我才不是什么小三儿呢。周盼，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把谢氏弄得乌烟瘴气，现在想全身而退跟我离婚，不可能！除非你现在就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再开个发布会公开道歉，赔偿我谢氏的一切损失，并帮我重建谢氏，我就放过你。否则，我就让你和这个小白脸永远上不得台面，被人耻笑一辈子。做梦！周盼是我护着的，你再对他出言不逊，信不信我让你竖着进 A 市，横着出去？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打人！周盼，竟然让这个小白脸打我，你对得起佳佳吗？有你这种恶心透顶的父亲，是佳佳最大的耻辱。来人，把这2个垃圾给我扔出去！放开！我是谢氏集团的总裁，今天是来跟你们周董事长谈合作的，耽误了大事，你们赔得起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什么德行！我告诉你，3天之后，周小姐就会带着佳佳
参加周氏和秦氏合作的发布会，而你这个所谓的爹，连围观的资格都没有。什么？怎么可能？他这个贱人，怎么可能会有资格参加这么隆重的发布会？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行了，别让这些垃圾浪费我的时间，赶紧把他们扔出去。哎，等一下，在门口给我立个牌子，就写“畜生”和谢霄云不得入内。是，季总。季总，他是季氏集团的总裁。放开我！有事直说。秦总平日里看着孤芳自傲，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没想到还有情绪这么激动的时候啊。不过被人保护的感觉真好。来，我以水代酒，感谢秦总近日为我出手。我只是为了合作，不想我的合作方因为私事影响进度。是吗？当然，我可不想我的合伙人被人欺负。周盼这个贱人，竟然勾搭上我季氏集团的总裁季思年，还找了个野男人撑腰，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你疯了吗？季思年是什么人？黑白两道通吃的狠角色，连他都要对那个男人言听计从，那个小白脸被奸肯定不简单。我们要是硬碰硬，只会死得更惨。那能怎么办？见不得周氏集团董事长周盼只会越来越嚣张，难道就这么忍了？忍？不可能！周盼那个贱人，不过是仗着季思年和那个男人的庇护才敢这么嚣张。不过，他最见不得光的，就是他坐过牢的经历。周盼肯定不敢告诉他们，那些豪门权贵，只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罢了。哼，怎么可能会要一个有案底的女人？他冒充周氏千金，又隐瞒自己肮脏的过去。只要我们在秦氏和周氏的发布会上当众撕开他的真面目，就能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你有什么办法？尽管说，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那个贱人。你没有听季思年说吗？明天周盼会带着佳佳参加秦氏和周氏合作的发布会。你的意思是利用佳佳？表现可以啊！干老总，敬您一杯。哎呀，主要为您呢，主动提的呀！啊，上次合作这个业务就全靠您了。在法国订的。我再敬您一杯，我干了。来，我敬你，顺便哎哎。哇！你好，周盼，你今天很不一样呢。谢谢秦总夸奖。哎呦，
我们周大美女今天可是要杀疯了。不过怎么没穿礼服呢？我跟你说啊，今天这发布会可不比那走红毯差。我是来和秦总谈合作的，又不是来走秀的。衣服穿的舒服就行了，何必在乎那些虚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气场，这模样，比你都帅3分。我要是女的，我定爱上你。去你的！开玩笑，开玩笑啊！来来来。哦，这秦氏果然是大手笔啊！简单一个发布会，居然弄得比颁奖典礼还豪华。听说这次合作是秦总亲自上门谈的，这么重视，此等规格不足为奇。走。没有邀请函，不准入内。保安兄弟，通融一下，我儿子佳佳就在里面，是周盼他特意打电话让我来照顾孩子的。周小姐只交代了陪同人员名单，没有提到过什么父亲。没有邀请函，不准入内。他居然称呼周盼为周小姐，这贱人果然心机深沉，连保安都被骗得团团转。兄弟，你去帮帮忙嘛，孩子还小，离不开人。我真是孩子亲爹，你就让我进去吧。说了不给进，就是不给进。你们再在这里胡搅蛮缠，我叫人把你们架走了。佳佳，佳佳，爸爸，佳佳，爸爸在这儿，快过来。爸爸，哎呀，你怎么来啦？爸爸想佳佳了呀，所以爸爸今天啊，特意带着我们倩倩阿姨来看我的宝贝儿子。倩倩阿姨，佳佳，这几天玩的开不开心啊？要不要倩倩阿姨和爸爸陪你玩啊？开心，玩的可开心了。我不用你们陪，你们先回去吧。佳佳乖，爸爸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特别想她。佳佳带我们去见妈妈，好不好？可是妈妈说了，今天的场合不适合爸爸出现。佳佳，爸爸呢就是跟妈妈闹了一点小矛盾，所以爸爸今天啊是专门带了倩倩阿姨过来给妈妈道歉的。难道佳佳不想爸爸妈妈和好吗？佳佳，爸爸真的知道错了。如果佳佳不帮爸爸，那爸爸就要跟妈妈分开了。那到时候佳佳就不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什么？我不要爸爸妈妈分开，我这就带你们去找妈妈。欢迎各位莅临本次周氏与秦氏的合作发布会。今日，周氏集团将与秦氏跨国集团强强联手，带领整个行业开辟崭新的商业蓝图。而我，就是本次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大言不惭！谁啊？真是大言不惭，一个劳改犯还敢自称是项目负责人啊！只有他说周总劳改犯，这怎么可能啊？是。大家听好了，他根本不是什么项目负责人，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对我妈妈？不是说好会跟妈妈道歉的吗？别耽误做大事！佳佳，没事吧？疼不疼？没事。小孩子是他亲儿子，怎么这么多孩子？有病！怎么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是亲爹吗思念，麻烦你带佳佳去休息室，不准任何人靠近。走吧。谢小雨，你到底想干什么？周盼，没想到你这么煞费苦心，一个劳改犯，装的还挺像样的嘛！少废话，满堂都是行业精英，
你们利用孩子偷偷溜进来，当大家都是傻子吗？证据拿出。证据？整个行业都知道，今天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周氏总裁，是周家的千金大小姐。你打着周氏的幌子搞垮谢家，现在又想在这里欺骗所有的人。说的是啊，听说董事长要把项目交给女儿，到底是不是他呀？不知道啊，我也没见过真的大小姐。没错，真正的周氏千金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8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可是这个女人利用信息差来伪造身份，想瞒天过海，还借此合作，想谋取私利。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有道理。这次合作好像没有见到董事长出面。我们不会真的被他给骗了吧？假冒身份骗取合作可不是小事啊。看来是做足了准备来的，有意思。你们刚才还说整个行业都知道周氏和秦氏合作的消息，既然我是假冒的，那周董事长眼瞎，能让我站在这台上代表周氏谈合作？那是因为你颠倒黑白。你先是挖走了谢氏所有的核心员工，当做投名状，然后欺上瞒下，诓骗季总替你打掩护。和周氏合作的是秦氏集团，不是季氏。难道光凭季总的3言2语就能让秦总点头？你们也太小看秦氏了。谁知道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在背地里都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用身体换合作，也不是不可能。谢总，说话可得注意分寸。我堂堂秦氏集团，连自己的合作对象是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秦总好，秦总好，秦总好。你是秦总？难道你真是周氏集团的千金？难道你真是周氏集团的千金？不可能，他明明是周盼勾搭的小白脸，他不可能是秦氏总裁。看来你们只知道处心积虑的污蔑我，却连一心想要巴结的对象是谁都搞不清。安柏，你没事吧？哦，周盼啊周盼，我就说你凭什么这么嚣张跋扈，还敢冒充周氏千金？原来是跟秦总滚到一张床上去了。你这种手段可不光明。没错，秦总这么深情，让整个周氏集团都替他瞒着，可他敢把当年他自己做的丑事当着大家的面都说出来吗？这个周盼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她就是个劳改犯。被关在监狱里整整5年，才被放出来。不是你他真的是劳改犯，不会真是冒充妈呀？我秦真喜欢的女人，不论过去，只问将来。有我在，我看谁敢指点她半分。秦总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为了一个女人，连是非都不分了吗？可他周盼杀过人，难道像秦家这种顶级豪门，会容忍一个杀人犯吗？杀过人，林倩，事到如今，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当初那桩命案，到底是谁杀的人？你什么意思啊？你们费尽心思大闹发布会，不就是想拿当年的命案威胁我吗？可你们好像忘了，当年开车撞死人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那个女人走路不长眼，被撞死了不是活该吗？哎，你那个老婆可真够闯，事到如今了，还以为是替你顶罪呢。先口重，殊不知当年撞死人的是我。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拿当年的事情逼你就范，可惜啊，你们销毁了所有的证据，但你们却管不住自己的嘴。这是假的，是你诬陷我！这个贱人，竟然敢诬陷我！我早就请了业内最顶尖的鉴定专家，这条视频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剪辑更改过的痕迹，每一个词，每一帧画面都真实有效。如果你们还不相信，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报警，邀请警方介入，看看到底是谁在撒谎。周盼，别忘了，佳佳是我的儿子。你如果敢揭发林倩，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佳佳。谢萧云，当初你为了哄好林倩，故意诓骗我替她顶罪入狱，让佳佳一出生就没有了妈。像你这样的畜生，根本就不配做佳佳的父亲。如今还敢拿佳佳来威胁我？那又怎么样？佳佳是我谢萧云的儿子，他的一生就该在我的掌控之下。有他在，你休想举报我和林倩。就算你呀跟我离婚又怎么样？我依法享有探视权，到时候我有的是机会接近佳佳。你敢对我动手，就弄死我自己！喂！妈妈是坏人，是大坏蛋，我再也不要爸爸了。爸爸欺负妈妈，还利用佳佳，你不是好爸爸。佳佳不要你这样的爸爸。佳佳，听爸爸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碰我！谢萧云，你还是人吗？你为了你的前程，为了身边这个女人，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利用。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个冒牌货，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心。据悉，周氏集团今日正式官宣继承人身份，集团唯一千金周盼小姐将代表周氏与秦氏集团签署100亿战略合作协议。这不可能！你真的是周氏的千金？周总好，周总好，周总好。好。今天是我秦氏集团和周氏集团代表周盼小姐签订合约的日子，你是自己滚，还是让我找人把你拖出去？是周氏的千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一直在骗我！骗你？是谁当初大言不惭，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非要用自己那点破本事出人头地？怎么，现在难道成骗子了？不过我倒是谢谢你当初的假清白，也多亏我选择隐瞒身份，否则以你这趋炎附势的性子，怕是连祖坟都要被你挖出来利用。真不是个东西，真恶心！怎么这样说人？爸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知道你是周氏的千金。如果我知道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爸爸，
我现在就跟这个女人断绝所有关系。我一定好好对你，我当个好丈夫，我当个好爸爸，求你原谅我啊！你说什么？就因为她是周氏的千金，你就要抛弃我？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了吗？嘿，什么狗屁兄弟情！要不是你这个贱人不知廉耻的勾引我，我怎么会误入歧途，伤害我最爱的盼盼？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滚！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如果今天盼盼不原谅我，我杀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你给我去死！死！滚呐！爸爸，你放心，只要你肯原谅我，帮我升成周氏的总裁，以后公司里的大小事，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是你的一条狗，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啊！谢小雨，为了你的一己私欲，你背叛我，利用家强。现在为了功名利禄，你又抛弃旁人，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人？爸爸，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爸爸啊！来人，来给我拖出去！爸爸，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爸爸，爸爸。林倩，给老子开门！不是一直想要老子离婚娶你吗？现在老子离婚了，你满意了？吵什么吵？扫了老子的兴致！林倩，你居然把野男人带回家，给我戴绿帽子！野男人，谢小允，我麻烦你搞清楚状况，他可不是什么野男人，他是我的好兄弟，就跟当初的你和我一样。你这个贱人，当初真是瞎了眼了，看上你！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谢小允，你现在身无分文，连条狗都不如，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吗？老娘可不傻。当初你为了讨我欢心，已经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了，现在这个房子是我的，该滚出去的是你。哼！弄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忘恩负义？你还有脸说我？周盼没用的时候你找我，现在知道周盼是个千金小姐了，就舔了上去，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我呸！把他给我打出去！把你和你野种的东西给我拿走，滚出我的房子！佳佳，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后悔了！好什么好？信不信老子再打你一顿？佳佳，爸爸知道错了，爸爸一定要去求你妈妈原谅。这个真聪明，好看吧？哎，我看
秦真这小子不错，对你也有意思。原来是放这个。既然你和谢家多了，不如考虑考虑改嫁。爸，那我放这里，人家可没说要娶我。哦，我自己用。哎，小秦呐，我女儿想改嫁，你愿不愿意娶她？爸，乐意之至啊！哎，听到没？她愿意。哎，女儿啊，以前啊你是遇人不淑，现在啊遇到了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你可要好好珍惜啊！可千万不要被以前的事情蒙蔽了心智啊！佳佳，来，走，跟爷爷去玩啊！让叔叔和妈妈单独谈谈话啊！走喽！哟，爷爷带你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好。盼盼，你还记得我大学时候的毕业作品？那是我为你设计的。我在发布会上说喜欢你是真的，你愿不愿意？小姐，谢先生在门口求见。你来做什么？我是来道歉的。对不起，盼盼，当初是我不对，我背叛了你，利用佳佳，不择手段。我不是人。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不用跟我道歉，做错事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你们也该为当年的那些事付出代价。盼盼，我愿意接受司法的惩处，但我求你再帮我一次。我的房子都过户给林倩了，我爸妈现在无家可归，求求你帮帮他们。你不用跟盼盼道歉，你们已经离婚了，你自己做的事就该自己承担后果。而且，据我所知，你的父母对盼盼并不好。你的爸妈我会给他们一笔钱，就当是偿还他们照顾佳佳这5年的辛苦，而你永远不能再见佳佳了。谢谢你，盼盼，谢谢你，我愿意接受惩罚，但请你告诉佳佳，爸爸错了，爸爸这辈子都对不起他。谁是谢小雨？我接到报案，你涉嫌肇事逃逸，请跟我们走一趟吧。都结束了，你做得很好，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佳佳。都结束。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有罪，都是谢小云那个混蛋害我的。你放开我！他喝了酒，我只是帮他开车而已，我是无辜的。还在想以前的事吗？不想了，人生本就应该要有重来的勇气，更何况我有爸爸，有佳佳，未来我会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妈妈，更会做一个全新的自己。清真，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我愿意。愿未来我们携手余生。愿未来我们携手余生。
这件好看，这件也好看，好难选哦。那就让他们把这些定制款全部做出来送你家，慢慢试，慢慢挑。这婚礼可不能将就，得最喜欢的才行。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毕业设计的那件。小姐，门外有对夫妇哭着闹着要见你，好像是谢氏父母。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来做什么？盼盼，我求求你，能不能放过萧云？他不能坐牢，他坐牢他一辈子就完了。我跟谢萧云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你们不该来这。盼盼，我知道你恨着他，可他再有错，他也是佳佳的亲生父亲呀！你能不能看在佳佳的面子上，你饶了他这一次啊？是啊，佳佳还那么小，母亲坐过牢也就算了，父亲不能再坐牢了呀！你就不能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吗？他这样会被人耻笑的。你们少拿佳佳来道德绑架我，我就是看在佳佳的份上，才会给你们一笔养老钱。如果你们再在这胡搅蛮缠，连这笔钱你们都别想拿到。不，我们不要钱，我们不要钱，我们就想萧云能回来。盼盼，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撤诉吧，好不好？我保证，我们会带着萧云去乡下，再也不来大江女的。盼盼啊，我们不是要逼你，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萧云要是真坐牢了，我们老两口子这下半辈子就真的没有指望了呀！审判他的不是我，是法律。无论是谁，只要触犯到法律，都必须承担后果。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你们走吧。拿着一笔养老钱，还能养活一下自己。要是再纠缠下去，只会让情况更糟。都是我们糊涂啊！当初总是为难你，如今落到这个下场，也是我们活该呀！是我们教子无方，我们对不起你，我这就走。别往心里去，别被无关的人影响心情。你说的对，那些烂人烂事，到此为止，休想再影响我。一切都翻篇了，从今往后，有我陪着你。盼盼，我爱你。我也爱你。人生永远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就算一时选错了路，只要迷途知返，未来永远值得期待。